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成所的阿修。今天我們要來拆解一份來自 AI 公司 Anthropic 的重磅研究。這份報告丟出了一個超級驚人的觀點 ：AI 有可能讓我們的生產力成長率直接翻1倍。你聽了可能會覺得，這真的假的？到底是誇大的行銷口號，還是有數據支撐的未來預言？我們這次就來好好的把它拆解清楚。好，今天我們的分析路線圖大概是這樣。首先，我們先來搞懂這個生產力翻倍的驚人說法到底是在說什麼。再來，這就很關鍵了，這數據到底哪來的，可不可信？接着，我們會來看看哪些工作用 AI 真的省最多時間。不過光看好消息還不夠，我們也要來點現實的，看看這背後有哪些限制跟瓶頸。最後，我們會把這些全部兜起來，聊聊這對我們的未來到底代表了什麼。好，我們直接進到第一個重點。這份研究所以之會這麼震撼，就是因為它不只是喊喊口號，而是丟出了一個非常具體的數字。這個數字就是 1.8%。你可能聽到 1.8% 會覺得好像還好嘛，對不對？但這個數字你得把它放到整個國家經濟的尺度來看，那就完全不一樣了。你想想看，研究是說未來10年，光是把現在我們手上有的 AI 技術普及開來，就能讓美國的勞動生產力每年多成長 1.8%。這是什麼概念？美國最近幾年的成長率差不多也就是這個水準，所以這等於是直接在原本的經濟引擎上再外掛一顆渦輪增壓，讓成長速度直接翻倍。這數字我跟你講，真的會讓經濟學家從椅子上跳起來。不過問題就來了，這麼驚人的數字到底可不可信啊？研究團隊是怎麼算出這個 1.8% 的呢？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深挖的核心。好哦，接下來我們就進入下一個關鍵點，來看看它的數據到底是怎麼來的。你知道要判斷一個結論有沒有分量，你得先看它的方法站不站得住腳。他們的方法其實蠻聰明的，而且規模非常大。第一步，他們拿了10萬筆真實的使用者跟他們家 AI Claude 的對話記錄，而且是匿名的，所以不用擔心隱私問題。第二步，也是最有趣的一步，他們反過來讓 Claude 自己去評估說，如果一個專業人士不用 AI 來做同一個任務，大概要花多久？接着第三步，就把 AI 估的人類時間跟使用者實際上用了 AI 所花的時間拿來做個比較。最後一步很簡單，兩邊一減，省下多少時間，不就出來了嗎？這等於是用 AI 來量化 AI 自己的價值，蠻酷的吧？聽到這裡，你心裡肯定有個大問號，讓 AI 來評估人類要花多少時間？這準嗎？沒錯，這確實是整個研究方法裡面最需要被挑戰也最關鍵的一個地方。為了證明這一點，研究團隊還真的去做了一個驗證。他們拿了真實世界的軟體開發記錄來比對，這些記錄裡面有工程師自己預估要花多少時間，也有他實際上花了多少時間。結果發現，人類工程師自己預估的準確度跟實際時間的相關性大概是 0.5。那 Claude AI 呢？只讓他看任務描述來猜，他的預估跟實際時間的相關性是 0.44。你看，雖然 AI 還是比不上當事人自己估的準，但 0.44 跟 0.5 已經非常非常接近了。這就告訴我們 ，AI 的判斷不是瞎猜，是有很高的參考價值的。好，既然我們知道這個研究方法有它一定的可信度，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大家最關心的結果了。到底 AI 在哪些工作上最能幫我們省時間？這個答案真的非常驚人。數據顯示，在這10萬次的互動裡面 ，Claude 這個 AI 平均幫使用者省下了，你聽好哦，是80%的任務時間。我再重複一次，是80%，不是8或18。這概念是什麼？這就好像你原本要花5天才能做完的工作，現在1天就搞定了。這根本就是革命等級的效率提升啊！那如果我們把這些省下來的時間換算成不同職業，會發現一個超有趣的現象。大家不要以為 AI 都只是在幫忙做一些簡單重複的雜事。
完全不是。我們來看數據，使用者請 AI 幫忙的管理類任務，如果不用 AI，平均要花2個小時。換算成時薪，這是一個價值$133的任務。那法律相關的任務呢，也差不多要1.8個小時，價值$119。這說明什麼？ AI 已經被用來處理那些高價值、高複雜度的專業問題了。那光譜的另一端呢，像是餐飲業的任務，可能平均半小時就解決了，價值也才$8。你看這個對比是不是非常強烈？所以這就形成一個很清楚的趨勢了。AI 現在被大量用在那些高價值的知識型工作上。你可以想象一個排行榜，排在最上面的就是管理跟法律工作，任務價值分別是133跟$119，把其他領域遠遠甩在後面。這代表 AI 的影響力不是這邊邊角角，而是直接切入企業裡面成本最高、最花腦力的核心業務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它能帶來這麼大的經濟效益。那如果再問得更細一點，到底是哪些職業貢獻了最多的生產力成長呢？好，我們來看這個貢獻度的分布。最大的一塊佔了快1/5，也就是19% 的是軟體工程師。這個大家應該不意外啦，畢竟現在的 AI 寫程式碼、抓 bug 都很厲害。排在第二的是佔了6% 的總經理跟營運經理，再來是行銷分析師、客服人員。這個分布圖就很清楚地告訴我們 ，AI 目前的主戰場還是高度集中在跟程式碼、文字、數據分析有關的這些知識型工作。聽到這裡，你可能會覺得哇 ，AI 簡直是無敵了，未來一片光明。不過，身為一個分析師，我的工作就是要潑點冷水。接下來，我們就要來點現實的，聊一聊這些漂亮數字背後到底有哪些現實的限制和瓶頸。首先，這份研究有一個最大的盲點或者說限制，就是它只計算了使用者在那個 AI 聊天視窗裡面的時間。但我們實際工作都知道嘛，AI 給你一個東西，你不可能就直接複製貼上交出去，你還得花時間去檢查它對不對，去修改，去把它跟你原本的工作整合在一起。這段離開聊天室之後的最後1里路，其實花的時間也不少，但研究裡是沒有算進去的。所以現實中我們真正省下的時間，很可能比報告裡的80%要再打點折扣。這就帶出了一個在經濟學裡面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叫做生產力瓶頸。什麼是生產力瓶頸？我用個比喻你就懂了。你可以想象一條高速公路 ，AI 的出現就像是把其中好幾段路都變成了沒有速限的德國高速公路，你可以開超快，但是中間卻卡了一個收費站，一次只能過1台車。這樣，就算你在其他路段飆到300公里，你整趟路程的時間還是會被那個慢吞吞的收費站給卡住。在我們的工作中，那些新科技很難幫上忙，但又不能不做的事情，就是那個收費站。我舉幾個更具體的例子，你就完全明白了。比如說 ，AI 可以幫老師超快速地寫好教案，但它沒辦法幫老師去管理教室裡吵鬧的學生，對吧？或者 AI 可以幫房屋檢查員瞬間生成一份完美的報告，但檢察員還是得自己開車去那個房子，親自爬上爬下的檢查。AI 也可以幫主管分析業績數據，但主管還是得親自去跟團隊成員開會、溝通、給回饋。這些需要你人在現場，需要人跟人互動，需要動手操作的事情，就是最典型的生產力瓶頸。好，我們剛剛聊了 AI 驚人的潛力，也談了現實的瓶頸。那把這兩邊綜合起來看，這對我們的未來到底意味着什麼？首先，我們要再釐清一次，那個1.8%的成長率，它其實是一個思想實驗。它的前提是，假設我們把今天的 AI 技術，在未來10年內讓所有人都開始用，所以它沒有把未來 AI 會變得更強這件事算進去，也沒有考慮到很多公司其實要導入新科技會遇到很多困難。所以你把它看成是一個潛力值的上限會比較準確，而不是一個鐵口直斷的預言。
而這也帶出了整份報告中，我覺得最重要、最值得我們所有人停下來想一想的觀點。這句話，如果你在聽，真的可以把它筆記下來。報告是這麼說的：回顧歷史，那些真正帶來革命性生產力大爆發的技術，像是電力或網絡，它們的威力從來就不是來自於把舊的事情做得更快，而是來自於從根本上重新組織了我們做事的方法。哇！這句話，我認為點出了我們該如何思考 AI 影響的真正核心。這也為我們自己留下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反思。你可以問問自己，或者觀察一下你的公司，我們現在用 AI 究竟只是為了把過去就在做的事情做得快一點，省點力氣嗎？還是我們正在利用 AI 的這個新能力，去思考，去打造出過去我們根本連想都不敢想的全新的工作方法，甚至是全新的商業模式？我想這個問題的答案將會決定 AI 對你、對我、對我們所有人來說，到底只是一個比較好用的工具，還是一場真正的革命？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：第一， AI 的潛力非常驚人，它有機會讓整個國家的生產力成長率直接翻倍。第二，在實際工作上 ，AI 平均能幫我們省下80% 的時間，特別是在軟體開發、管理這種高價值的工作上，效果尤其明顯。第三，我們要面對現實 ，AI 不是萬能的，那些需要人際互動、動手做的生產力瓶頸依然存在。第四，也是最重要的，真正的價值不是用 AI 去加速舊流程，而是用它來發明全新的工作模式。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